3年前那里发生过一次集体自杀案，已经结案了。不过最近又有了女孩在学校失踪的传言。这封信上所说的，不知是否指这件事。这是当年案件的记录，你看一下。你们黑羽还真是数不清的活儿，连个假期都不给吗？等这次案子结束，就给你们2周的假期。发生那样的事，也许需要潜伏进去，可以得到内部的消息。没错，因为这件事，学生大量退学，学校急需外聘一些资深的教授来授课，留住学生。我们需要一个对艺术史精通的人，假扮客座教授进去。有专业知识的人更容易被学生接纳。艺术？您来这里的目的不会是想找他吧？气质也很贴合，是不是？他的品味那么奇怪，怎么能……怎么不行了？只是我这个教授需要一个听话的贴身助理。你做梦吧！希望您是值得信任的人，黑泽二先生。我还有别的案子，就不打扰2位了。尼尔。可是我想和副队。这里是双人间，哪有你睡的地方？慢走。这下正好。你打算逃跑的行李总算派上用场了。那不是我即将任职的学院吗？你好像对教授这个身份很满意，现在就开始演起来了。那当然，说起当教授的好处。尊敬的教授，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。过来，站那么远干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你在想什么？当然是正常的教授和助理的关系。气什么？不觉得这样更加真实吗？想把他扔出去，马上就要到了，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行举止。这是邀请函。怎么还来人？我带你们去校长室。好像不怎么欢迎我们啊。快看，那是什么人？好帅啊！听说今天客座教授要来。学校很大，2位才刚来这里，请不要在学校里随意走动，都去教室坐好。你们下课了吗？新来的管理员好凶啊！是啊，他比上一任严格多了。那么我先出去了，校长先生。辛苦你了，卡希尔。我看看，想不到是这么年轻的教授啊。请您放心，教授已经执教多年，有丰富的教学经验。履历。从哪儿办的？您是从卡尔纳斯那边来的？怎么会想到来佩斯学院呢？实不相瞒，我已经厌倦了在卡尔纳斯枯燥的生活，毕竟卢米埃是大城市啊。很熟练啊。另外，也和我的收藏品有关。卡尔纳斯太潮湿了，不利于我藏画的保存。藏画？这是我们带来的见面礼。幸好提前调查过了这位校长的喜好。这不是毕加大师的作品吗？我可是费了大功夫呢。皇室收藏着，怎么会？佩斯学院有您的加入，真是我们的荣幸。您客气了。听说您有个著名的展览馆，我们也许可以一起交流。你们离得远，也许不知道，整个西校区都在修缮，也包括展览馆。你们可以在东校区活动，如果有问题，可以问我们的管理员。那个展览馆果然是有什么问题吧？的确，就算之前发生过自杀案件，结案了也正常开放了，最近几个月却又关闭了。他在妻子死后霸占了全部财产，继承了学校，岳父母把他告上法庭，正在打官司。这样的人怎么会舍得关掉一半校区，损失一大笔收入呢？你倒是很享受哦。有我的助理为我服务嘛。在看什么？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？是你自己太投入，没注意到。对比笔记，看看这封信是不是校长写的。结果呢？我想大概率不是。首先是习惯字，他每天都要签几十上百张佩斯这2字，就算是有意改变笔记，习惯字也极大可能会写得相似。这个佩斯的写法完全不同。然后是纸质的区别，这个发黄软绵的纸大概率产自尤尔德地区，卢米埃斯这里的纸都是白色的。说到尤尔德地区，那个板着脸的管理员好像是那个地方的口音啊。如果匿名信是他寄的，为什么呢？听那些孩子说，
他才刚到学校不久啊。去哪？食堂，学生这时间应该下课了。还真是一刻也闲不下来。听说你们是卡尔纳斯来的，那里的甜点很有名。那里的天气怎么样？我们什么时候上你的课？这个年纪的孩子真活泼啊！到时候可以来找我玩。真的？这家伙倒是很会说话，这么快就和小孩子们打成一片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食堂是吃饭的地方。管理员，哦，得救了。这个管理员连吃饭都要管啊！是啊，您刚来还不了解，卡希尔女士相当严格呢。也许我该像马奇一样转学。马奇？她是我以前的室友，但是前不久突然转校了，老师通知了我们才知道她转走了。最近至少转走5、6位同学了吧？马奇那么不遵守纪律，也许是被开除的呢。他离开的前一晚和我们说要和拉蒙娜一起去西校区探险，也许吧。西区探险？那不是在修缮的校区吗？因为那里有个传言，如果在0点过去，会听到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拍打窗户和门的砰砰声。还有人说亲眼看到过，有几个人在天花板上飘着，风吹过去，他们拍打着窗户，发出声音。这个传说是因为3年前……好了，别再说了，会把教授吓到吧？这很可能是那些人编的瞎话了。这没什么，每个学校都会有些奇怪的传说，这很有趣。时间不早了，教授。哦，也是啊，小助理，还有未完成的交接工作呢。还嘚瑟起来了。这是学生的名单，这是进度表。我咳成这样还能讲课？不好意思，我的身体不大好。等校长招到顶替我的人，我就能辞职回老家养病了。哎，两位请坐。关于这个艺术史，我暂时给学生讲到了这里。但是每个人进度有区，天都黑了，他们的领悟力这老头什么时候讲完？所以，我给他们分了小组，这样就能更好。然后，了解，这就表示你就不能……到了该吃药的时间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么多药，看起来病得很重啊。完全就是个药罐子嘛。说句题外话，其实我着急离开学校还有别的原因，建议你们合约到期了也尽快离开吧。作为老人的劝告，千万别去西校区，最好也别和清洁工搭话，那是个有点神经质的人。学校会放任一个这样的人在学校里走？校长看他可怜，才让他留下。工作了很多年，不会攻击人的。你对那个传说怎么看？之前的自杀事件就发生在展览馆，最近转校的孩子都是去展览馆以后连夜转校的。现在就要确定那些所谓的转校生是否真的是转校。如果走正常的程序，校长的办公室一定会有档案。那边好像有什么人在吵架。哪有什么？推不动。你突然发什么疯？这里可是学校。那边真的有人在吵架。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怎么回事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有时候真搞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。是宿管员和拿着扫把的保洁员。管理员为什么要和他吵架？好像是烧垃圾时烧了什么东西。管理员女士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。这就吵完了？这是什么奇怪的学校？难怪快倒闭了。瞎说什么？校长、管理员、教授和保洁员，哪个是正常人？还真是啊。这是什么？玉米娃娃。等等，还是不挖出来的好。你看他们是被束缚住的，有可能是一种仪式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边应该还有。果然没说错吧？得意什么？有人用了咒术，他想困住在西校区的怨灵，把被束缚的娃娃埋在了西校区的四周。难怪感受不到这里的异动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样留着，反倒让我们能更方便找到某些人想困住的东西？没错。做什么？当然是要进去查看。你不知道自己的脸色有多差吗？
今天才第1天，至少要等到明晚吧。脸色差是因为你刚才……算了，今晚先去校长室看看，我们再商量计划。但是，跟着我可以，我们至少要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。黑泽尔先生，随便你。被他盯得凉飕飕的。你走前面。这门锁了。当然了，这可是校长室。明天我们还要在学校待着呢，又不是强盗。他不会是故意的吧？他就是故意的。哎呦，想不到我们的副队长还有无痕开锁的技术。少废话。全是艺术类的书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不过这个校长居然没有雇个助理帮忙啊！大概令他头疼的事足够多了。你看，全是家长的投诉信，都是3年前那次集体自杀案件的投诉。看这封的字迹，是不是很眼熟？和那封匿名求助信用了相同的纸张，写字习惯也很相似。你看，管理员和3年前那个案件其中一个孩子长得很像。看来我们有必要找管理员谈谈了。那就等明天。这工资单，给那个病老头开的薪水比我还高。你气什么？反正又不缺钱，这都是市场价格的5倍了。那个校长不是很吝啬吗？最近学校还经营不善，薪水是在3年前，也就是案发之后涨上去的。这么高的薪水也能雇来新的教授吧？还有这个清洁工的医药费，也是3年前开始全部是他出的。转校手续也没有最近那几个女孩的名字。这所学院的老人应该都知道那些孩子不是正常转校离开的，瞒着我们很多事啊。好像所有的异常变化都是从3年前那次案子开始的。在那个夜晚，佩斯学院引以为傲的艺术展览馆内，5个女孩在这里死去，她们的嘴里含着石那话，手里抓着纸张，上面用她们的笔迹分别写道：“我是自愿的，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真正意义的艺术。”这个说法相当含糊啊，被诱骗了也说不定。是啊，当年的案子疑点重重，结案得很草率。我看了队长给的档案，那个吊死的女生，头发压在脖子与绳索之间，明显不符合上吊自杀的常理，好像是该休息一下。没事吧？大概躺一会儿就好了。浑身难受，真丢脸啊！做什么？还以为你睡着了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想？我去找管理员换宿舍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是看你有没有戴项链，而且睡觉总要把衣服脱了吧？越来越奇怪了。睡觉。现在这样很别扭，可是现在又没什么力气。明天再……到底是……刚才是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。管理员？出什么事了吗？卡希尔还活着，快把他送到医务室。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。很可能是被人推下楼梯的，他的前额有多次撞击伤。也许是他自己狡猾呢。那个教授，我想和您私下谈谈。照顾好我们的管理员，小助理。那好吧，来。他手里好像一直攥着东西。